眼前的男人正在离开他已经待了6年的监狱。在打车回到父母家后，乔伊翻看着自己2个女儿的照片。自从因为防卫过当被送进监狱，2个孩子就成为了他活着出狱的唯一动力。可乔伊早就失去了2个孩子的抚养权和探视权。父亲也表示，自从他入狱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孙女们。但作为曾经的警察，乔伊知道怎样找到他们。随着他来到图书馆，根据女儿们的姓名找到了2人的联系方式。乔伊准备去联系已经6年没见的孩子们，可此时图书馆的报纸上却写着一篇关于他的文章。乔伊被大众称作魔警。等到他给女儿们打去了电话，乔伊本想和孩子们多说几句。可前妻这时却把电话抢了过去，他警告乔伊，如果再敢联系孩子们，自己就会起诉，因为他没有联系孩子们的权利。无奈之下，乔伊只能去到酒吧放松一下。但就在他喝了一杯之后，一个年轻的女孩找到了乔伊，可还没等2人聊上几句，这女孩就把手放在了他的胳膊上，想着刚出狱不能惹麻烦，乔伊便想赶紧离开这里，但这女孩却跟了上去，她恳求着乔伊开车送自己回家。 Please, pretty please, pretty please。听着女孩这样说，乔伊便打算送她回去。可随着2人的车子越开越远，他有点不明白这女孩到底想干嘛。但就在这时，随着他开始大喊，车外突然出现了2个男人，开始殴打乔伊。可就在几分钟的殴打之后，车外只剩下了乔伊的身影。镜头一转，他已经再次来到了审讯室内。乔伊先是被曾经的同事丹尼给骂了一顿 ，Selling your soul to them, you Judas fuck。等到检察官菲尔进到屋里，乔伊看着眼前满脸伤疤的男人，他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，因为那个女孩正是这菲尔的女儿，并且自己当年防卫过当的受害人就是菲尔本人，所以这女孩才想替父亲报仇。乔伊本来是有些愧疚，但这件事自己真的是正当防卫，他也没什么好怕的。不过由于认识菲尔，再加上是自己把他打得满身伤痕，乔伊放弃了起诉这几个孩子的机会。半小时后，刚才怒骂乔伊的丹尼带着啤酒找到了他。原来2人之间一直有着某种合作关系。在许多年前，当时还是警员的乔伊因为染上了毒瘾，他逐渐把家底和存款全都赔光了。而为了继续去到赌场，乔伊只能开始替当地黑帮老大曼尼做事。很快，他便认识了同样帮曼尼做事的黑警丹尼。在2人的配合下，他们替老大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麻烦。乔伊甚至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比利。而就在他听从命令准备灭口菲尔的时候，乔伊失手让他活了下来。所以菲尔一直在调查关于他和曼尼之间的联系。如今乔伊出狱，丹尼先是给了他一笔钱用来准备，紧接着他便告诉乔伊曼尼得了绝症，由于人之将死，想要得到救赎的曼尼便会见了菲尔，透露出了一些事情，其中就包括乔伊杀掉比利的这件事。所以丹尼让他去将曼尼灭口，因为一旦菲尔重启了当年关于比利案件的调查，丹尼也会受到牵连，并且他告诉乔伊，只要完成了任务，那么自己就可以凭借关系帮他夺回2个女儿的探视权。 Manny goes, you get your girls back. That's the carrot. 在突然得知了这一大堆消息之后，乔伊很挣扎，看着丹尼给自己的现金，他把这些钱放在了床头柜里。而就在下楼之后，此前出门买菜的妈妈已经回来了。由于乔伊之前做的那些事父母都知道，他们很好奇儿子接下来打算做些什么。因为昨天他刚出狱就开着车出去，到凌晨才回来。妈妈十分担心儿子又和以前一样沾染赌博之类的恶习。由于乔伊此前惹下的那些麻烦，妈妈不相信他，所以他让儿子做出行动，让自己看到他真的做出了改变。听着妈妈这么说，乔伊便开着父亲还没有维修的车子来到了菲尔家。在这里，他向菲尔表达了歉意，并且想要告诉他比利的死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。可是因为当年他对菲尔使用的手段太过明显，所有人都知道乔伊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人灭口。但凭借着曼尼的关系，拿着刀捅人的他被判了防卫过当。可菲尔身上的所有疤痕都是乔伊干的，他怎么可能会原谅这个男人？更何况自己还挖到了乔伊可能杀掉了比利的事。满眼恨意的菲尔便掏出手枪赶走了他。没办法，眼看菲尔是不可能停止调查了，乔伊只能来到老大曼尼的家里，看着躺在床上身上插满仪器的老大哥，在互相打了个招呼之后，乔伊用止痛剂迷晕了他，随即便立刻用枕头捂住曼尼。但此时的门外却传来了脚步声。随着护工夏洛特进到房间，乔伊已经坐在了座椅上，他失去了动手行凶的机会。但是看着照顾曼尼的夏洛特，乔伊准备接近他。到了晚上，他在咖啡店假装偶遇了夏洛特，两人开始喝着咖啡聊天。在得知对方是2年前才来到小镇的之后，乔伊便准备撒谎忽悠他。可在这时， Whoa. What the fuck? Sergeant Tom Doyle, retired IUPA local. And you, sir, are a worthless goddamn punk. 店里的老警察认出了乔伊，因为他做的那些事，几乎全镇的人都很唾弃他。不过乔伊还是很冷静地向夏洛特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好感。 I like you. 为了缓解下刚刚尴尬的情绪，他去到了酒吧。由于和酒吧老板很熟悉，两人经常会一起聊天玩乐。但随着乔伊开着老爸的车回到家里，妈妈立刻便开始担心着他这一天到底都去了哪里。可没说几句，两人便吵了起来。而作为退休老警员的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一直以来他都是很温和的对待儿子。但乔伊变成现在的样子，夫妻俩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。而因为乔伊的真诚，夏洛特开始了和他约会，两人一起散步聊天。再加上他搬到小镇来没多久，还没什么朋友，夏洛特很感谢乔伊能够陪他。随着两人在餐厅里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之后，夏洛特带
乔伊去到了他的住所，趁着女人上楼洗漱的功夫，乔伊立刻翻看了他家的冰箱，果然在这里有着给曼妮准备的药物。而在各自喝了一杯过后，两人开始相互吸引。5分钟后，乔伊本想确认夏洛特冰箱里的药品是不是专供给曼妮的，可夏洛特其实知道他的身份，因为报纸报道过乔伊的事情，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他是魔警。但夏洛特不在乎他进过监狱，他只希望乔伊能说实话。而看着不介意自己过往的夏洛特，乔伊把当时的事情经过半真半假的说了出来。凭借出色的演技，夏洛特相信了他。I need a second chance. 到了凌晨，丹尼找到了乔伊，丹尼很生气，他竟然还没有动手。乔伊则表示自己没办法对曼妮动手了，因为他不想牵连到夏洛特。丹尼便告诉他，如果不解决曼妮，那就去解决菲尔。 There's no time left. Just make it look right, is all. 半小时后，此时的乔伊已经潜进了菲尔的家里，并且拿到了他的手枪。可就在乔伊准备制造自杀现场的时候，看着菲尔身上被自己划伤的伤痕，已经改过自新的他根本下不去手。到了第二天，由于出狱后要定时去戒酒中心做尿液检测，自知昨晚刚喝过酒的他只能去找了比利的弟弟斯科，因为他和比利之间的关系，斯科把乔伊当成了自己的好大哥。不过他一直不相信哥哥的死是意外。 We all know he was a lush, but falling asleep on the tracks. It wasn't my case. I knew the guys who drew it. They worked it right. Why now? He said they're gonna impanel a grand jury and reopen it as a homicide. 在得知菲尔竟然联系了斯科，表示要组建大陪审团重审案件之后，乔伊话中有话的向斯科表示，曼妮的儿子小曼曾经在比利出事的现场附近出现过。可就在他将尿液送检完后， Hey, buddy. Hey, fellas! 发现乔伊还没动手的丹尼稍微教训了他一下。为了让他听话，丹尼只能威胁乔伊的父母。 Manny's deposition is Monday morning. 36 hours. Now you fix it before then, or I'll assume that we're at odds. And then, goddamn, everything's on the table. And I really do like your folks. 而乔伊看着他竟然敢威胁自己的家人，他准备给丹尼设套。于是乔伊联系了酒吧老板，他本想问老板知不知道丹尼喜欢和酒吧里的哪个女孩约会，可老板却说他只知道菲尔经常会来店里点一个姑娘，至于丹尼他真的不知道。在见到了那个女孩之后，乔伊用1000块让他打电话约菲尔去到汽车旅店。他想到了一个不用杀人就可以解决危机的办法。乔伊告诉丹尼，只要自己录制了菲尔和女孩约会时的视频，那他就可以用这段视频毁掉这个大名鼎鼎的检察官。 He dies, Dan. It's clean. As long as it's chill, how we will be. 随着乔伊在房间里安装好了录像机，他去到了对面房间开始监视。几小时后，菲尔已经来到了这里。可就在他进到房间里后没多久，那个女孩的前男友竟然找到了这里。在3声枪响过后，乔伊看到了行色匆匆的菲尔正在快速离开旅店，他则立刻进到屋里，看着房间里的2具尸体。乔伊本想赶紧把录像机取走，可谁成想菲尔已经发现并且拿走了它。等到他回到家，不想儿子在伤害这个家的父亲，叫住了乔伊。 I knew how you were. I did nothing to help. I am sorry, Joe. For that, I am truly sorry. 在向儿子道歉之后，他要来了自己的车钥匙，并且让乔伊离开这个家。听着父亲都这么说了，他便立刻回房间准备拿走丹尼给自己的钱跑路。但乔伊却发现钱不见了，他明白一定是妈妈把钱拿走了。 Where is it? I will not have dirty money in my house. It's not dirty money. It's my money. Who keeps that much money in a bag unless it's dirty money? 此时的乔伊已经癫狂了，为了跑路，他急需这笔钱。可妈妈这时候还想着儿子变成以前的样子。而就在乔伊翻箱倒柜的时候，他看到了父母和自己2个女儿之间的合照以及信件。 You've been touched this whole time. The best 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to those girls was to get away from their father. 乔伊很痛苦，他没想到自己会被父母背刺。可就在乔伊准备继续寻找那笔现金的时候，突如其来的枪击击中了母亲，他只能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在医院的抢救室外，父亲质问着他是不是曼妮家的人干的，因为知道儿子在和黑帮老大接触，他明白是乔伊害了自己心爱的妻子。 You bring mayhem with you, Joe. 在痛苦中，乔伊只能找到夏洛特。他在温柔的陪伴下说出了自己全部的秘密。 I need money to run. 认为丹尼准备灭掉自己的乔伊，现在只需要一笔钱离开小镇。可夏洛特的心里却早已有了主意。随着他在天亮后去到曼妮的家里照常工作，夏洛特趁着没人捂住了曼妮的口鼻。但就在这时，另一边乔伊也醒了过来，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夏洛特在床头留给自己的纸条。随着他打开房门，乔伊被小曼的手下带走了。在车上，他正被几人带离小镇。乔伊这时候从小曼的嘴里得知了夏洛特做的一切。 Girlfriend is the most confident nurse I've ever seen. 而等到众人来到郊外，小曼正准备处决求饶的乔伊，可此时一辆车子却来到了几人的不远处。
随着枪声袭来，在乔伊的引导下，认为是小曼杀死自己哥哥的斯科正拿着步枪向前开火，乔伊也趁乱拿到了一根水管。一瞬间，现场只剩下了乔伊还完好无损。他本想去找夏洛特的踪迹，可乔伊却发现了一个地牢。看着地牢里已经招苍蝇的尸体，他开着车准备带中枪的斯科离开。但是在这里，斯科却告诉他 He didn't fall on the fucking train tracks. 原来他知道真相。斯科早就从菲尔嘴里得知了当年发生的一切。 You made me take a shot at my house, Scotty. Yeah, sorry. 随着乔伊把车开到树林里，他开始擦着车上关于自己的指纹。可这时丹尼却打来了电话，他告诉乔伊，菲尔已经死了。原来在当晚离开旅店之后，得到录像机的菲尔边开车边看着里面的内容，直到他在回放的时候看见了乔伊。而丹尼则认为这一切都是乔伊精心策划的，他已经完成了任务。 Then we'll get started with the judge. Get your girls back. It's a brand new day, Joey. 在这一刻，乔伊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他立刻回到家继续翻找着那叠现金，直到在垃圾桶里找到这笔钱后，父亲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。在确认了妈妈已经脱离了危险之后，父亲质问着他要拿这笔钱去做什么。 We're going nowhere near those girls. Money, no money, I don't care. You will never be in proximity enough that your damage and mayhem ever touches them, not even for a second. I promise this to you, son. This will not happen if I am alive. No, you're not listening. I said it will not happen. I said no. Stop me. 可乔伊却不以为然，而就在他准备离开家的时候，一刀下去，乔伊彻底清醒了过来。他阻止了想要上前的父亲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乔伊拿过一旁的毛巾，擦干净了刀子上父亲的指纹，然后自己往里捅进去了距离心脏最后的1公分。